开学第一天，班长提出要给全班同学交学费，所有人都夸他仁义，只因上一世韩征只是碰了一下我的保险箱，我的100万现金就凭空消失。我找他理论，却被他反咬一口。我又不知道你的保险箱密码。再说了，大家都在这看着呢，那么多钱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拿走？同学们纷纷站出来指责我，更有人将此事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。我因此得了抑郁症，最后更是被正义使者开车撞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开学那天，默默将保险箱里的100万现金换成了游戏币。开学晚会上，韩征站在讲台上，神情激动，非常感谢大家选我来做2班的班长，为表示感谢，大家这学期的学费我包了。韩征此话一出，瞬间引得全场震动。什么？韩少要帮我们交学费？我没听错吧？妈耶，这可是一大笔钱啊！韩少出手也太阔绰了吧！韩少牛逼！看着台上得意洋洋的韩征，我紧握着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了肉里。有人欢呼，就有人质疑。别的班同学开口：韩征，咱们学校的学费虽然不贵，但一个班加起来起码100万，你能掏得出来吗？面对质疑，韩征并没有反驳，而是微笑着开口：我既然说了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一会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财务处，共同见证。同学们瞬间欢呼雀跃，只有我坐在位子上，眉毛紧皱。上一世也是这样，韩征当选班长以后，就提出要给全班同学交学费。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在吹牛，然而到了财务处后，韩征在付款时却说自己的银行卡被限额了，要去取现金。结果大家在财务处等了许久，也不见他回来。就在众人以为他跑了的时候，韩征提着一个保险箱，气喘吁吁的回来。怎料他一个不注意，直接摔倒在了我面前。出于好心，我将他扶了起来。起身后，他拍了拍我的箱子，调侃道：叶同学，看来咱俩眼光还挺一致的，箱子用的都是同款。我当时虽然觉得奇怪，却也没在意，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说完，韩征就在众人的注视下打开了箱子，一沓沓钞票整齐的放在里面，竟真的有100万之数。同学们纷纷开口夸赞。看完热闹后，我本想离开，可一提起箱子，我就觉得重量不对，再一打开，我惊愕的发现箱子里的100万现金居然不见了。想到只有韩征碰过我的箱子，我就上前质问。韩征一脸无辜：叶同学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我又不知道你的箱子密码。再说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我怎么可能把那么多钱转移走呢？我只是想为大家减轻一下负担。你既然看不惯，那我撤回刚刚交的学费好了。韩征此话一出，班里的同学瞬间不干了，纷纷开口指责我，说我仇富，见不得别人好。更有人将此事编排发到了网上。经过媒体的一番添油加醋，我瞬间成了网暴对象。在强大的网络舆论下，我心态崩溃，得了抑郁症。在去医院看病的路上，被正义人士开车撞死。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。正想着，女友杜杰打来电话：阿晨，我要的100万现金准备好了吧？我看了眼放在一旁的手提式保险箱，问他为什么突然要用这么多的现金。女友支支吾吾地说道：我看中了一些高奢产品，付现金会便宜点。阿晨，我马上就到学校了，等见面再聊哈，爱你哟。杜杰说完就匆忙挂断了电话，而我却陷入了沉思。我是腾城顶级家族之子，100万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，所以上一世杜杰提出要用100万现金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多问，直接就让助理去银行取了过来。可现如今，杜杰刚刚所说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。平日里他花起钱来更是大手大脚，顶配豪车说买就买，他怎么可能去在乎那点优惠？再联想到上一世的遭遇，恐怕这一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想到这，我挥了挥手，助理恭敬地走到我面前。怎么了，少爷？有什么您尽管吩咐。我将装有100万现金的保险箱递给他，去把这100万现金都给我换成游戏币。助理有些不解，少爷您要那么多游戏币干什么？我们集团旗下有不少游戏厅，您可以免费去玩的。我摆了摆手，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另外帮我查一下韩征和杜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把他们之间的所有信息都给我扒出来查清楚。演讲完后，韩征一脸笑意地走到我面前：叶同学你好，还记得吗？咱们之前一起打过篮球，是一个队的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真有点印象。记得当时是高考完，杜杰给我报了一个篮球训练班。其实那个训练班我根本看不上，可当时看着杜杰满脸期待的样子，我也就没忍心拒绝。而韩征就是当时训练班的一员。那时杜杰几乎天天待在篮球馆，渴了送水，饿了送饭，甚至每次送水送饭都是带齐了我们队所有队员的粉。大家都夸赞我找了一个好女朋友，我当时内心也是十分触动，认为我找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朋友。现在看来，杜杰这么做似乎并不是因为我。看着韩征面带笑意的脸，我点了点头，似乎有点印象。都是缘分，等下午我去财务处交学费，叶同学你可一定要来啊！你的学费我也出了，完事后我请你去吃烤串。我看着十分热情的韩征，故意说道：下午我还有事情，就不去了。至于我的学费，我可以自己交的，就不劳班长破费了。一听我这话，韩征脸色瞬间变了。不行啊，叶晨，你必须去！你忘了，咱们班是一个集体，作为班长，我一定要兼顾到每一个同学的。我嘴角微微扬起，这其中果然有猫腻。班长真的不用了，交学费的钱我还是有的，我的这份你可以拿出来分给其他同学。这时韩征眉头皱得更深了，还未等他开口，杜杰的声音就从背后传了过来：叶晨，韩征他也是一片好意，咱们就别搞特殊了，下午就和同学一起去吧。看着两人这一唱一和，我不禁在心底冷笑，看来我的推断没有错。
上一世发生的事情果然不是意外，而是一场早就预谋好的陷阱。中午在家睡了一觉后，我便坐车赶往了学校。在这期间，韩征和杜杰已经给我打了不下10个电话了。见我迟迟不到，两人是真的着急了。车子停到学校门口后，韩征已经带着班级同学在门口等着了。见我从车上下来，韩征立马迎了上来。叶同学，你可来了，我都带着大家等你半天了。杜杰也在一旁附和。对啊，阿晨，韩征他说了，你什么时候来，他什么时候去交学费，他可重视你了呢。在场的同学们看着我，个个眼神不善，甚至出言嘲讽。摆什么谱啊？全班在这等你等了一下午，整得好像你要替我们交学费似的。就是别人给你花钱，还让别人等你半天，脸皮真厚啊！我看向了一旁幸灾乐祸的韩征，故意耍起了小性子。既然大家这么讨厌我，那我走就是了。说完，我扭头就要走，果然，原本正在幸灾乐祸的韩征立马就窜了上来，拉住了我的胳膊。叶晨，你别生气，大家这么说也是因为等着急了。随后，他又看向了身后的众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叶晨是我好哥们，你们谁要是再说他一句，别怪我翻脸。众人见韩征似乎真的动怒了，也就没再说什么。毕竟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得罪韩征这个财神爷。就这样，韩征拉着我走在前面，在众人的簇拥中浩浩荡荡地走向了财务处。这么大的排场，自然吸引了操场上其他人的一些目光。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么多人怎么都奔着财务处去了？听说是他们班班长韩征要给他们班同学交学费。卧槽，真假？这么有实力吗？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韩征一脸受用，反倒是我不屑地笑了。掂了掂手里的保险箱后，我扫了一眼韩征，希望你一会儿还能笑得出来。有的同学注意到了我的表情，立马对我开炮。叶晨，你有什么可装的？要滚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就是班长，你让他走，难不成咱们还上赶着给他交学费不成？装货，赶紧让他滚！闻言，我心底直接笑开了花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把戏做足一点。好，班长，你放开我，让我走。我挣扎着，韩征直接一个踉跄摔在了地上，趴在了我面前。我直接一脑门子问号。我刚刚根本就没用力，韩征怎么会摔倒？见韩征摔倒，班级里的同学瞬间围了上来，女友杜杰更是第一时间冲到了韩征身边，将他扶了起来。叶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杜杰瞪着我，眼里似要喷出火来。韩征他好心给众人交学费，你来了以后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还未等我开口，韩征倒先委屈巴巴的出声了。小杰，叶晨他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你别怪他。说着，他故意抬起了自己的双手，只见上面擦破了皮，流了一点血。周围的同学瞬间对我展开了口诛笔伐，杜杰更是满脸心疼。我嗤笑一声，看着给韩征小心翼翼吹手的杜杰，你们这样是不是亲密了的过分了些啊？似乎是被我这句话点醒，杜杰立马松开了韩征，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叶晨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看班长受伤了，怕影响你的名誉。”我冷哼一声，没有继续说什么，便继续往财务处走了。身后的同学本来还想上来骂我，却被韩征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一行人刚走到财务处门口，却被一道身影挡住了去路。校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只见韩征面色微变，显然他对校长的突然出现有些意外。校长看了眼韩征身后的同学，听说你要给整个班的同学交学费，这好人好事不能让你白做啊，必须大力宣传一下。说着，校长就喊来了一旁的秘书，去把财务处的老师请到会场，再召集一下同学们，咱们好好弘扬一下韩同学的这种精神。见状，韩征连忙摆手：“不必了，校长，我作为班长，只是想给班里的同学减轻一下压力，没想着出名的。”不行，建校以来你这么慷慨的班长还是第一个，必须要专门举办个仪式弘扬你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。韩征嘴上说着拒绝，但实则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他做这件事的本意就是为了出名，动静闹得越大，越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。果然，不到一会儿的时间，就布置好了会场。全校的同学几乎到齐，坐在台下窃窃私语，而韩征则和校长一起站在舞台上，风光满面。此外，校长还请来了个大媒体，偌大的会场在此刻竟显得有些拥挤。哇，台上的那个就是韩征班长嘛，果然又帅又多金。他要是我们班的班长就好了。不行了，我好像爱上他了，一会儿结束我就找他要微信去。台下的女生看着风光无限的韩征，一个个爱慕的不行，不知道的以为是追星现场呢。坐在我身旁的杜杰在听到这话后，当即回头恶狠狠地瞪了说话的女生一眼。别白日做梦了，韩征根本看不上你们这群廉价货。被骂的女生瞬间不干了，立马进行了反击。不是，你算哪根葱啊？说我们廉价，你很有钱吗？看你穿金戴银的，都是假货吧？装什么？就是浑身透露着一股土老帽的气质，你还说上我们了？此刻的杜杰气得火冒三丈，指着我说道：“你们懂什么？我这都是大品牌的首饰和衣服，全都是我男朋友买的，他可是藤城太子。”闻言，和杜杰吵架的那几个女生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我。见我穿着朴素，她们脸上立即露出了不屑。得了吧，你男朋友自己穿的都是地摊货呢，能给你买什么大品牌的东西？还藤城太子，我还藤城太上皇呢。杜杰被气得打哆嗦，转头看向我：“叶晨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”我摆了摆手，示意让他低调一些。自己的女朋友和别的男生爱慕者吵架，还指望我站出来帮他，简直是脑瓜子有坑。这时，台上的校长拍了拍话筒，随后说了一大堆夸赞韩征的话。韩同学，此次校级3好学生学校就打算评给你了，希望你以后继续努力，继续用自己的能力回馈社会。韩征拿起话筒，用
又叽里呱啦说了一堆废话。最后，我要向学校和各位老师表达深深的感谢。场面话都说完后，校长招呼来了财务老师，示意可以开始收学费了。财务老师走到韩征面前，给出了一个账单。韩同学，这个账单是你们班同学这学期所需的所有费用，你看一眼，没问题的话就可以交钱了。韩征接过账单看了一眼后，又很快合上。既然是学校列出的账单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你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只见韩征不紧不慢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张黑卡，全会场的人都震惊了。我的妈！韩征居然有黑卡，那不是存款过亿的人才能拥有的吗？看来韩少是哪个豪门的太子了，之前居然没有听说过他，也太低调了吧。就连校长也是嘴角抽了抽，显然是没料到韩征会拥有黑卡。和众人的强烈反应不同，我淡定地看着台上的韩征，就像在看一个小丑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货的卡里根本没钱。至于这张黑卡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得到的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韩征马上就会开启下一阶段的表演了。果然，在财务老师连续刷了多次后，韩征的那张黑卡始终没有付款成功。韩同学，你看看你这张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一直刷不上。财务老师的这句话声音不大，但还是被前排的同学听去了。他们开始小声嘀咕起来，显然也对韩征的身份产生了质疑。难不成这货是装的？他根本没钱？不应该吧？黑卡都掏出来了，再说他要是没钱的话，搞这么大场面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听着同学们的窃窃私语，韩征有些紧张地咽了口唾沫，他不由得看向了台下的我，不准确来说是我身旁的杜杰。杜杰对着他点了点头，韩征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大家别担心，可能是我最近花钱比较多，然后卡里限额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趟银行取100万现金过来。说完，韩征就在狗腿子的陪同下离开了会场。看着韩征离开的背影，我嘴角勾出一抹冷笑。韩征离开后，我看向了身边的杜杰。韩征上一世能够顺利成功，自然离不开我这位好女友的神助攻。杜杰见我盯着他，立马换上了一副娇滴滴的表情。宝宝，你一直盯着我看干什么呀？我摇了摇头，没什么。就这样，一连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众人也没看到韩征的身影。有的同学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韩征不会跑了吧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校长擦了擦汗，肯定不会的，大家再等一下，我相信韩征同学。果然，校长的话音刚落，就听有人高喊：“快看，韩征回来了！”众人纷纷扭头看去，只见韩征拎着一个箱子一路小跑过来，累得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韩征一边说着抱歉来晚了，一边梳着箱子的密码，和上一世的动作如出一辙。见韩征回来，校长也松了一口气，搞出这么大的阵仗，韩征要是跑了，那他和学校的面子就彻底掉地上了。我双手环抱地坐在位子上，一言不发。这家伙马上就会在我面前故意摔倒了吧？果然，韩征在快要跑到我面前的时候，突然脚下一绊，一个踉跄摔在了我面前。上一世我好心将他扶了起来，却不想他却将我拽进了深渊。见我迟迟没有扶他的意思，韩征自己主动开口了：“思叶同学，我扭到脚了，你能不能扶我一下？”我露出了一个微笑：“能啊，怎么不能呢？”我蹲下身子将韩征扶了起来。韩征对我道了声谢后，便注意到了放在我脚下的箱子，他用手拍了拍我的箱子：“叶同学，看来咱俩眼光还挺一致的，箱子用的都是同款。”说完，他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，也没再理我，拎着箱子就上了演讲台。抱歉啊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财务老师，这个箱子里是我刚刚取出来的100万，你清点一下吧。说罢，韩征就将箱子放到了台上，密码已经被他解开了，就等着开启了。财务老师点了点头，上前将手放到了箱子上。此刻，会场内的众人纷纷将目光对准了台上的箱子，媒体也咔咔按着相机不断进行着拍摄。韩征看着台下的我，眼神中充满了得意。在全场的注视下，财务老师深呼吸了一口气，一把打开了箱子。韩征闭上了眼睛，已经准备好接受众人的追捧了。可过了许久，想象中的夸赞和追捧并没有出现，反而是出奇的安静。韩征疑惑地睁开了眼睛，发现台下的众人正神色各异地看着他，眼神中还透露出一抹鄙夷。他不解地看向了一旁财务老师开启的箱子，这一看他傻了。只见箱子内装的哪是什么100万现金，那分明是一摞接一摞的游戏币。韩征瞬间慌了，他跑到保险箱面前，一把推开了财务老师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我的100万现金呢？为什么会是游戏币？我的钱去哪了？韩征转头一把抓住了财务老师的衣领，双眼通红，大声咆哮着。校长叫了2个保安上去，这才把他拉开。你神经病吧？我又没拿你的钱，是你带了一箱子游戏币来糊弄大家。财务老师此话一出，全场瞬间轰动。财务老师话音刚落，全场瞬间轰动。搞什么啊？大家等了半天，他就带一箱子游戏币过来，这人傻逼吧，哈哈，居然要拿游戏币交学费。还豪门富少呢，我看家里是开游戏厅的吧，带一箱子游戏币就过来了。嘲讽声接二连三响起，我们班的同学羞愧地低下头。毕竟之前韩征说要给他们交学费的时候，他们纷纷出去大肆宣扬韩征有多么牛逼，还不断嘲讽别的班同学，说他们井底之蛙。那会别的班同学是敢怒不敢言，毕竟韩征的自信不像是装的。但现在他们展开了疯狂的嘲笑，之前压抑的有多厉害，现在嘲笑的就有多狠。要说现在最猛的除了韩征，那就是杜杰了。他看着台上装满了游戏币的箱子，一脸惊愕。怎么会这样？此刻台上的韩征挣脱了控制他的保安，他用手指着我，大声说道：“是他，都是叶晨搞的鬼。他跟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箱子，就放在他脚下，肯定是他刚刚趁着我摔倒，调换了我的箱子。他就是看不惯我为大家交学费，想故意害我出丑。”看着和疯狗一样的韩征，我不屑地笑了。装都已经不装了吗？一计不成又来一计。被韩征这么一说，众人才向我看了过来。
果然在我脚下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。我们班的人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纷纷对我开口怒斥。叶晨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100万你都敢偷，你就不怕坐牢吗？就是，之前你就看班长不顺眼，现在居然用出这么卑劣的手段，简直是畜生！快把箱子还给班长，不然我们报警了。我嘴角扯了扯，这帮人还真是听风就是雨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张口就来，丝毫不会在意事情的真相。而就在我被所有人围攻的时候，校长发话了。校长看向了我，语气有些不善。叶晨，如果真的是你拿了韩同学的箱子，那你现在还回来，学校会考虑从轻处罚的。我站起了身，义正言辞地质问他。你们个个都说是我偷换了韩正的箱子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如果你们拿不出来有效的证据，那就别怪我告你们诽谤。似乎是被我的气势震慑到了，会场内的声音瞬间小了许多，而韩正的狗腿子却表示不服。是不是你偷了箱子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如果里面有100万现金，那就一定是你偷换了箱子。对，打开看看。打开，打开！我被气得胸膛起伏，真是好计谋啊！如果我没有提前让助理把现金换成游戏币的话，那么就算韩正在台上没拿出100万，也会污蔑是我拿了他的箱子。到时候一定会有人要求打开查看，那样的话，我就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了。杜杰也站了起来，拉着我的胳膊说：“阿晨，你就打开给他们看看吧，也好自证清白，不是？”自证清白？我冷笑，这箱子里有多少钱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在这个时候打开，你真的是想让我自证清白，还是想让我掉进深渊？随着会场的欢呼声越来越高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气。好，我打开。见我妥协，韩征和杜杰纷纷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我拎起箱子走上了台，在路过韩征身旁时，被他狠狠瞪了一眼，同时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叶晨，今天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的，你的一切都将是我的。”我将箱子放到了讲台上，解开了密码。不好意思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掀开了箱子。在我打开箱子后，全场再次迎来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后直接沸腾了。箱子里面空空如也，别说100万现金，就算是一张纸也没有。他们2班的班长不但是神经病，还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！拿游戏币当钱就算了，居然还污蔑人家。就是，不只是他们班长，我看他们2班的人脑袋都不正常。听着一句比一句难听的嘲讽，2班的人张了张嘴想要反驳，却发现根本说不出话来。韩征如遭雷击，他疯了一样冲上来，一把将我扑倒在地，双手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。你把我的钱弄到哪去了？说啊，你把我的钱弄到哪去了？就在我要窒息的时候，会场的大门砰一声被人撞开，紧接着10几名保镖冲了进来，他们飞奔上前，直接将韩征扔下了台。我捂着脖子剧烈咳嗽着，还是保镖将我搀扶了起来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！众人纷纷一脸不解，助理带着更多的保镖冲进了会场，控制住了骚乱的人群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低下了头。对不起，少爷，我来晚了。此刻有眼尖的人已经看到了保镖胸口上的胸针，无疑刻着一个叶字。这身手，这气质，莫非是藤城叶家？你说什么？那个藤城的顶级家族叶家？我的天，叶家的少爷怎么会在我们学校？众人一下炸开了锅，而刚刚帮着韩征的同学恨不得将脑袋扎裤裆里去。得罪了叶家，那他们可就自求多福了。校长在此刻也屁颠屁颠跑了过来。曹助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叶老爷他还好吧？这家学校是由叶氏注资的，所以校长自然认得我的助理。助理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会，而是看向了我。少爷，怎么处理这些人？我看了眼台下的杜杰和韩征，趁着现在人齐，那就请大家看场电影吧。助理心领神会，拿出 U 盘插在了电脑上，身后的大屏幕也开始播放。视频中，一栋别墅内，一对男女正躺在大床上打游戏。待到画面清晰，有人突然叫出声：“我的天，这不是韩征和杜杰吗？”我的妈呀，他们俩啥时候搞到一起的？有几个女生立马开口：“杜杰不是叶晨女朋友吗？他怎么会？”杜杰瞬间脸色煞白，他冲上高台，想要把视频关掉，却被我的保镖拦住。叶晨，这是有人诬陷我，这是 AI 的，你千万不要信啊！杜杰急得大喊，可我根本没有理会他。小杰，我是不是比叶晨那个废物强多了？韩征哥哥最棒了，要是能和你一直在一起就好了。视频中的韩征满脸得意，放心，等到开学那天，你就找个借口让他带100万现金过来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让网络舆论压垮他。我已经买通了一个司机，等他身败名裂后，我就让他彻底下地狱。看到这，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起初他们以为是韩征装逼，现在看来是谋杀啊！韩征咆哮着冲上台，却直接被我的保镖按倒在地。他趴在地上咆哮：“叶晨，你这是偷拍人家隐私，是犯法的。”闻言，我笑了。麻烦你搞清楚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翻云覆雨的别墅是我家，我在自己家装摄像头，犯什么法了？此时，警察推门而入，上来就直接铐上了韩征和杜杰。你们涉嫌严重犯罪，跟我们回去调查。叶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被带走前，韩征还没忘记放狠话，而杜杰被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嘴上不停的求饶。叶晨，我错了，我是被他迷惑，一时犯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警察直接带他离开了。走出会场后，我看着天边的夕阳，太阳快要落下了，他们的黎明再也不会到来。